1975年4月2号，南越庆贺省芽庄机场人头攒动，他们慌乱地望向远方，期待自己能挤进任何一架即将离开越南的飞机。很快，一架美国固定翼客机出现在机场跑道上，无数的越南人像疯了一样奔向登机口，他们挥舞着手中证明他们为美国服务过的文件，只求这架飞机能带上自己尽快离开南越。可是同汹涌的人群相比，飞机的数量太少，并且要优先搭载美国人，留给南越人的座位寥寥无几。为了避免发狂的人群影响飞机起降，机长不得不在起飞前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舱门口挥手驱赶人群。机长驱赶人群的一幕被在场的记者拍下，这张照片就是日后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西贡铁拳。虽然事发地并非西贡，不过在短短28天之后，南越就被北越彻底击败，南越首都西贡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地名。西贡铁拳是美国在越南溃败的缩影，也是美国在冷战中期乃至整个冷战中的至暗时刻。然而1975年4月，距离巴黎协定签署还不到3年，在当初的账面上，即使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南越100万美械大军也绝非北越可以轻易战胜的存在。为何南越灭亡得如此之快？不仅仅是因为北越背后另有高人，在美国撤退前，越共就已经将南越渗透成了筛子。对于美国与尼克松政府而言，巴黎和平协定仅仅是美国脱身的借口。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其实就是美国对南越判了死刑。为何这么说？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巴黎和平协定中彻底承认了一个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就是越共。此越共并非是指北越的越南共产党，而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西方报道中的称呼。实际上，在1976年以前，北越的执政党的名称都是越南劳动党，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则是在越南战争初期，在越南劳动党的支持下建立的一支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共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推翻南越伪政府，并将美国势力赶出越南，而根本目的则是促成由北越主导下的越南统一。而在越南战争中，北越虽然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进攻，不过大规模进攻间歇的治安战以及给北越正规军带路的任务，则基本都由越共完成。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并非北越政府，而是由北越政府遥控指挥的越共游击队。越共游击队虽然是红色阵营，北越越共这支链条的最端，但却很好地履行了北越给这支组织定下的任务。他们在南越大量拉拢农村居民，成功复制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并打破了美国与南越的战略村计划。在复活节攻势后，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无法消灭越共，于是直接在巴黎和平协定上将越共在南越抬高到与阮文绍政府同一高度，并在协议中规定将建立由越共、南越以及部分南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的民族和解与协和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美国撤离后接管南越政权，并最终在越南南部实现自由的选举。这个提议看上去很美好，但对南越而言毫无意义。南越清楚越共就是北越手下的打手，一旦越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选举名单，那么北越一定会帮助越共控制南越，并进而实现北方主导的统一。正因为如此，阮文绍3番5次请求美国不要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然而美国不为所动。而在越共彻底合法化之后，南越的灭亡其实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巴黎和平协定埋下的雷不止如此，尼克松为了尽快从越南脱身，在1972年的大选期间对北越做出了太多让步。巴黎和平协定的一条主要内容就是越南南部将实现停火，随后将精确划分越共与南越政府控制的区域。然而后面那半句精确划分成为了双方重启战端的理由，谁能赶在协定执行之前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谁就能在划分中取得更大的优势。结果这条内容的前半句成为了一纸空文。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越共与南越中没有一方愿意主动停火。整个1973年，越共都在同南越政府展开低烈度的游击战争，然而此时的北越内部却出现了分裂。在将近3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北越急需经济恢复，此时让越共和南越纠缠不休，而北越则趁机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同恢复常规军事行动直接消灭南越相比，未必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就在北越犹豫的当口，美苏2个超级大国先做出了动作。尼克松虽然赢下了1972年的美国大选，但是刚刚连任成功，水门事件就成为了他从政生涯中一次最大的执政危机。美国内部的矛盾分散了白宫的注意力，巴黎和平协定之后，如何保全南越政府也成为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协定签署的前2年，南越每年能从美国获得11亿美元的援助，而到了协定签署后，必须要独自面对北越与越共的南越，每年只能收到4.8亿美元的支援。但同美国人减少投资相比，苏联人则加大了对北越的投资。
巴黎和平协定签订后，中国基本暂停了对越南的援助，但苏联却把每年的援助额度提高到5亿美元以上，并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直接会见北约领导人，肯定他们在对抗美国中取得的成绩，并怂恿他们无视巴黎和平协定，重新展开对南越的进攻。即使如此，北约依然在犹豫，他们的打手越共此时在南越内部风生水起，即使北约专注于经济发展，越共也未必不能在直接斗争中击败南越。而最终让北越决定战事再开的，还得是南越自己。祸不单行，1973年的南越不仅要面对越共泛滥与美元减少，同年因中东战争而爆发的石油危机，也令急需廉价原油的南越政府大受打击。因为燃料短缺，在1973年下半年，南越70%的军用飞机无法正常投入战斗。而在军事力量被削弱之后，被美国人出卖、安全感归零的阮文绍变得更加疯狂。他在公开场合发表了4部政策，不与越共谈判，禁止越共在南越活动，不向北越割地求和，同时坚决不组建与越共的联合政府。阮文绍的4部政策的每一条都是在打巴黎和平协定的脸，而此时的美国正因为水门事件乱作一团，也没工夫管阮文绍。在阮文绍自爆之后，北越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不需背负破坏和平协定的骂名，就可以直接进攻南方，还可以避免美国干涉的良机。于是在1974年年中，北约动员了30万大军，决定抓住机会统一全国。从纸面上看，30万北约军队对南越造不成致命威胁。美国人在离开南越之前，为阮文绍提供了大量装备，而阮文绍利用这批美械武装了150万人。1973年的南越号称世界第4大军事强国，北约30万军队不足挂齿。但细细掰扯起来就知道，所谓的南越军队就是一块腐烂的注水肉。在这150万人里，将近80万都是行政人员与后勤支持，而剩下的70万里，有48万人都是地方部队与民兵武装。南越南军队能真正投入战场的作战部队仅有20万人出头，可这些人虽然手持美械，但在美国人走后，南越的武器弹药也成了大问题。在越共游击队的消耗下，到1974年年中，每名南越步兵每月获得的子弹仅有85枚，而炮兵每天只分配4发炮弹。这些数据仅有协定签署前的不到1/5，南越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完全不值得期待。而他们的不足之处不仅有硬件，因为阮文绍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其统治合法性极其低下。为了控制南越政府以及南越军队，阮文绍本人不得不任人唯亲，并通过程度令人发指的贪污腐败，利诱手下和他强行保持一心。在南越军队中，阮文绍的亲信都身居高位，而想在这种军队中获得晋升，对阮文绍个人的忠诚比专业能力更加重要。从任何角度看，这样一支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北约也自然对此心知肚明。在确定了美国不可能再次介入越南战争之后，1974年12月底，北越军队决定从他们位于柬埔寨中部的基地出发，拉开统一越南的序幕。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位于南越首都近200公里的南越中部省份福隆。1974年12月12号，越南人民军从柬埔寨出发，福隆战役正式打响。北约的作战计划分为2个部分：第一，扫清福隆周边据点并包围这座城市；第二，攻克福隆。虽然这份作战计划很简单，但北约真正的作战目标却并不是占领这座城市。对于北约而言，福隆战役目标有3，最直接的目标是打通前往南越首都西贡的道路，第2个目标则是检验南越军队的战斗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则是试探美国是否会履行对阮文绍的保证，在南越政府出现亡国危机时进行直接干涉。对于南越而言，福隆位于国土中部且距离西贡很近，如果福隆有失，那么不仅西贡门户大开，南越本身也有被一分为二的危险，因此福隆是南越不能丢掉的领土。而事实上，福隆战役也是南越灭亡的丧钟。战斗开始后，北约的进攻计划实施得很顺利。12月12号，北约开始进攻，半个月后的12月26号，北约就成功拔掉了福信、福国、铜銮等一系列周边据点。同时，北约还成功控制了南越7号与14号公路以及一系列普通道路，并成功完成了对福隆的包围。此时，福隆的守将阮国平中将清楚，以自己手上的部队必然无法守住福隆，他对外请求增援。可是，阮文绍因恐慌，刚刚下令在南越所有团级以上部队的调动都只能向他本人请示。因此，阮国平只能把前线告急的消息传到西贡，并等待阮文绍的亲自批示。阮国通一等就是5天。
因为阮国同在等阮文绍的消息，而阮文绍则在等美国的消息。可是北越军队根本不给他们决策时间。12月27号，已经完成包围的北越向伏龙全线进攻。10天之后，北越就轻松攻克了伏龙市，并抓到了大批南越俘虏。此时，美国在干什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副总统福特上位，在得知北越进攻伏龙之后，福特紧急召集美国国会，并就是否对南越追加援助一事进行投票。福特一连5次要求国会就追加援助表决，国会则一连5次反对福特的援助请求。等到伏龙完全陷落之后，美国也没有一点帮助南越的意思。美国的表态给了北越明确的信号，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回到越南战场了。对于北越而言，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在伏龙战役结束之后，摸清美国底线的北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动员。2个月后的1975年3月10号，北越开始了进一步行动。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近在咫尺的南越首都西贡，而是南越中央高原上的城市邦美属。对于北越来说，只要美国不干预，在这场灭国之战中，时间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因为伏龙战役的失败，南越内部将美国不提供支援的责任全部推卸到了阮文绍身上。南越高层们也在密谋推翻阮文绍，在这种时候进攻西贡，只会让已经分裂的南越领导层团结起来，而进攻南越中部彻底切断这个国家，则会为北越在战场上赢得巨大的优势。北越谨慎的理由也不光是静候南越领导层的分裂，此时南越在纸面上依然有90万大军，北越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南越进行斩首。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南越军队的溃败速度比北越想象中最好的情况还要快。邦美属战役开始后仅8天，北越军队就攻陷了这座城市，并全面占领南越中部的多乐省。而在邦美属陷落过程中，阮文绍3番5次请求美国支援，但1分钱都没要来。情急之下，他只能命令手下的将军们快速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划定南越可以放弃的领土以及不可放弃的领土，收缩军队进行固守。但是阮文绍的所有计划都只停留在纸面上。拿下南越中部之后，北越决定先进攻南越北部，这里有2座极其重要的城市，古都顺化与重要港口岘港。对于南越而言，这2座城市的重要性仅次于西贡。可是在邦美属陷落之后，整个南越北部都成了飞地，两地守军没有任何撤退路线，失守就意味着全军覆没。然而撤退也是不可能的，在南越几十年的洗脑之后，南越人相信北越政权无比残暴，特别是在那些越共没有渗透的南越城市地区，很多不明所以的南越人都坚信北越到来就是末日降临。于是每当北越攻克一地，大量的南越人就如同难民一样向其他地方撤退。在邦美属陷落后，整个南越的道路上都挤满了此地出逃的难民。因为难民人数多到了堵塞道路，南越北方的军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序撤退，而北越的行动安排又极为紧密。结果就在几天之后，顺化与岘港这2座无比重要的城市就全部被北越攻陷。而此时通往南越南方的唯一道路只剩下了中部沿海的小小省份庆和省。于是无数的难民涌入庆和省，在岘港陷落后的第4天，庆和省的芽庄机场被汹涌的南越难民包围。也就是在这一天的芽庄机场，发生了我在开始讲过的西贡铁拳那一幕。视角转到另一边，事实上北越自己都没有想到对南越的军事行动能如此顺利。在春节攻势与复活节攻势中，数万北越军队付出巨大代价都没能拿下的古都顺化，居然在短短几天之后就被攻陷，还连带着整个越南中部都被北越控制。意识到南越已经不堪一击之后，北越领导人紧急修改了作战计划，他们悄悄否决了原定于1976年才开始的对南越的总攻，选择在1975年4月就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攻克西贡。4月9号，准备完毕的北越部队开始进攻西贡东北方向的春路。12天后，春路被攻克，西贡外围已无据点，整座城市都陷入北越军队的包围。知道回天乏术的南越总统阮文绍当即辞去总统一职，以南越特使的身份逃到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台湾，并开始了一段长达20年的流亡之旅。在离开南越之前，他指定副总统陈文香接替自己的位置。当上了总统的陈文香一点都不开心，他知道阮文绍就是来找人背亡国这个锅的。于是在北越完成对西贡的包围并准备开始全面进攻的4月27号，陈文香又把总统的位置丢给了杨文明。杨文明当然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作为阮文绍的左膀右臂以及当年的政变盟友，他很清楚如今的南越军队没有任何守住西贡的可能。于是在被推到总统的位置上之后，杨文明立即开始下令部队有序停止抵抗，并对北越无条件投降。
1975年4月30号上午，北越第2军的特伍斯坦克直接撞开了南越总统府的大门。在这里等待投降的杨国明，在被北越军人奚落一番之后，被押解到了战俘营等待发落。随着西贡陷落，越南共和国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而在南越灭亡的过程当中，美国除了拼命从南越撤出美国人以及狗腿子之外，没有在阻止南越灭亡上提供任何帮助。南越南的灭亡也成了美国在冷战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但对于越南而言，国家统一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在前面说过，越共虽然是在北越支持下成立的军事组织，但是越共的主要成员大多都是南越南人，而北越帮助他们的名义也是帮助越共在越南南方成立一个民主的独立国家。虽然谁都知道越共就是北越的打手，但是让越共主导统一南方，实际上是北越为避免越南南方人抗拒统一的手段。因此在攻克西贡之后，北越便将南越的政权全部交给了越共，而越共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是出生于越南南方隆安省的阮有寿。越南南方人控制南越南政权是北越尊重南越人的一种表态。在攻克西贡的6个月后，北越派出代表以平等的姿态约见阮有寿等人，要求举行有关统一的讨论事宜。实际上，假如此时阮有寿拒绝北约的谈判要求，那么越南还真就统一不了，越南会像南北也门那样继续成为2个国家。不过阮有寿以及越南南方共和国高层站在了越南的民族大义一边，他们并没有留恋西贡的权利，而是同意接受以北方为主导的统一，并决定在次年4月26号举行公投。这次公投的结果是 99% 的越南人支持统一。于是在1976年7月2号，越南南方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合并，新国家定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越南人而言，7月2号是国家正式统一的日子，但在北越领导人眼里，统一不仅不是终点，甚至只是开始的结束。统一之后，越南完全没有把重心放在恢复经济建设上，他们在击败曾经势均力敌的南越南之后，认为继续扩张也不是天方夜谭。最终，越南在刚刚统一之后，就将手伸向了邻国老挝，而这将成为下一段故事的开始。